鸿蒙内核不仅安全性和可靠性比 Linux 内核更好，它的性能也会比 Linux 内核更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对比的性能数据啊，那通过这个实测的对比性能数据来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性能上是优于 Linux 内核的。同类型的设备上，鸿蒙内核它的性能是强于 Linux 内核的。你有病！今天的话干货会比较多一点，也比较硬核啊。这篇论文就是比较劲爆的，带大家来看懂这篇论文啊，看一看我们国内最顶级的操作系统研究团队研究出来的鸿蒙内核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来带大家来深入看一下这个鸿蒙内核它到底讲什么，对吧？鸿蒙内核它是怎么做的？它做了哪些牛逼的功能，核心的功能，然后呢它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样子？我觉得通过这篇论文，这应该是全网第一篇公开的关于鸿蒙内核的学术论文啊，我就来给大家来讲讲鸿蒙内核。我们就从我们的上海交通大学陈海波老师陈教授来发布的这篇论文。所以今天的这篇论文是由2个单位合作，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海波教授团队跟华为中央软件研究院的同事一起合作来完成的这篇鸿蒙内核的论文啊。那通过这篇论文，其实我们是能够了解到一些比较劲爆的点啊。那首先我就先说第一个，我开始先说结论啊，就是从这篇论文，它告诉我们鸿蒙内核已经能够超过同类型使用 Linux 内核的设备，也就是说，鸿蒙内核在同类型的设备上，目前已经在性能和安全性方面超过了 Linux 内核，以及说鸿蒙内核它不是一个刚出来的一个东西。这篇论文告诉我们，整个鸿蒙内核的研发已经历经了7年的时间。它有很多的代码，接下来我会来跟大家来详细解读啊。今天的话，我不想把它办成一个学术讲座啊，我会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比较浅的语言来跟大家来看一下鸿蒙内核从这篇论文中我看到的一些核心信息啊。当然受限于我个人的知识水平有限，我没有办法很全面的去讲一些涉及到我知识领域盲区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会比较简单的跳过，但是我能够读懂的部分我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啊。它在昨天也就是7月10号其实是被正式放出来了，我就花了1天的时间，我赶紧读了一下。今天我也在读啊，正好读完了，也做了一点笔记，然后呢，来做成了一个幻灯片，来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对于这篇鸿蒙内核的第一篇论文的话，它是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它的标题是微内核走向通用化，鸿蒙商用微内核的性能和兼容性。所以从这篇文章的标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篇论文它着重的是在讲鸿蒙内核如何走向商业化通用操作系统内核，那么以及说重点介绍了鸿蒙内核的性能和兼容性方面所做的设计和努力。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者的履历，然后作者的话就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海波教授啊，然后呢他也是博士生导师，领域操作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啊，他也是捷青啊，大家都知道捷青在网上就是院士了，所以说他其实在学术领域是非常牛逼的大佬啊。那至于说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操作系统，他所带领的团队其实也是操作系统研究方向的。那么他本身的话还取得了一些那个国际上的一些顶级的荣誉，包括他是 IEEE 会士，他是 ACM 会士，就是学术圈的大佬啊。另外的话，跟他的共同作者是来自于华为中央研究院各位牛逼同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对于这篇论文的话，我不会逐字逐句啊带大家去全部看一下这篇论文啊，因为这篇论文的话正文的内容足足有14页啊，所以作为普通人的话可能是没有时间去看，也看不懂啊。它全部是由英文写的，这也是在国际顶会上发布的一篇学术论文啊，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多啊，所以我这里的话给大家来做了一个片子，来给大家来做一下汇报它的核心点，最核心精华的部分。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关于这篇论文的摘要部分的总结。然后作者的团队的话，他们第一点采用了一系列的技术，缓解了微内核存在的性能和兼容性问题啊。大家有查过这个微内核跟宏内核区别的同事应该知道啊，微内核的话它会有性能和兼容性问题。我这里可以先带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是微内核，什么是宏内核，对吧？其实大家在网上能搜到的图片的话，其实大同小异啊。基本上简单理解的话，微内核就操作系统呢，微内核指的是它将它的核心的内核服务，就核心的内核跟系统服务分布在2个不同的空间，一个叫用户空间，一个叫内核空间。然后呢，那对于宏内核或者叫整体式内核，那么它是把所有的包括内核和核心内核、基本服务和系统服务都放到一个内核空间里面去，这2个空间是互相隔开的。他们为什么隔开了？是为了避免说我们下载了某一个应用程序，我使用过程中这个应用程序崩溃了，它导致我操作系统也崩溃了，对不对？它为了避免
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它分了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这两个东西啊。所谓的宏内核，包括像我们使用的 Linux 在内的话，它们其实都是整体式内核啊，也就是宏内核。那华为的鸿蒙内核，它从类型上分是微内核。那么微内核的话，我们看到，既然你的核心系统服务跟你的这个核心内核，它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的话，其实这里指的是它的虚拟内存空间呢。那么它们之间进行互相通信的话，互相调用的话，其实是通过 IPC， 也就是跨进程通讯的方式，这样会产生一个额外的性能开销啊，会导致微内核的性能不如我把所有功能放一起，对吧？都放到一个进程里面。对于不懂技术的线上观众来讲，你就理解成宏内核它把所有的这些程序代码都跑在一个应用里面。那对于微内核，它就等于说我把我的核心的内核和基础的一些服务放到了其中一个进程，其余的系统服务放到另一个进程，那进程之间就是会有开销的，对不对？当然我这里只是举例啊，方便大家不懂技术的朋友理解一下。那我们回来，首先的话，我们要知道鸿蒙内核的话，它是微内核，所以说它在操作系统类型上跟我们熟知的包括像 Windows 啊、Mac 啊、Linux 等等，其实都不一样啊。除了微内核、宏内核以外的话，还有一类叫混合内核，像我们熟悉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内核 Windows Lite， 对吧？就苹果操作系统的内核 XANU， 它们都属于混合内核，像这种属于第三类。当我们了解了鸿蒙内核的操作系统内核的类型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它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网上说的套壳 Linux 啊，对吧？鸿蒙内核套壳 Linux 这一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们就不是一类型的操作系统啊，它们的核心的操作系统的架构是都不一样的，它们不是一类的东西啊。所以说，对于第一点的话，作者在正文里面重点讲了他们采用了哪些技术去缓解微内核存在的性能和兼容性问题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鸿蒙内核它包含了一个核心内核，加上一系列最低特权的系统服务啊，然后这个是鸿蒙内核的构成。然后呢，接下来第三点是什么？他说鸿蒙内核它可以驱动复杂的操作系统框架。包括像安卓开源操作系统项目，也就是 AOSP， 也就是说鸿蒙内核它是可以让安卓系统跑起来的，它可以替换 Linux 成为安卓操作系统的核心内核。当你使用安卓，它的核心却跑着鸿蒙内核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是不是安卓套壳鸿蒙啊？就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对不对？鸿蒙内核它是可以同时驱动安卓系统跟开源鸿蒙系统。那我们都知道，目前大家好多人已经升级的华为的鸿蒙 Next 的纯血鸿蒙，对吧？它是属于在开源鸿蒙的底座上构建的一个单框架的系统，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大家在鸿蒙星河版、贝塔版收到推送的真机上跑的全部都是鸿蒙内核啊，因为鸿蒙内核它是既可以驱动安卓系统，也可以驱动开源鸿蒙系统，也就是可以驱动鸿蒙星河版来运行的。那第四点，作者说了，对于目前的鸿蒙内核，它在性能和安全性上已经超越了 Linux 的同类设备。那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是因为在正文中他有做了相关的数据对比。通过我们这篇论文的正文，你可以看出来它在哪些点上是超过了使用 Linux 内核的设备。所以我说未来在国内使用的这些安卓设备，它未来跑鸿蒙内核，对吧？好像也不是不可能。那前提是华为把鸿蒙内核开源了，对吧？让其他厂商都用，对吧？因为从它的对比的结论来讲的话，是鸿蒙内核它是比 Linux 内核的话，在同类设备上运行的性能和安全性是更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面看。那从摘要部分我们来看出这些点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介绍部分，它讲了哪些点啊？这里就数据来了。第一点是鸿蒙内核不仅安全性和可靠性比 Linux 内核更好，它的性能也会比 Linux 内核更好。那这里的话是来自于陈海波教授团队所测试出来的数据啊。他们在3种不同类型的硬件设备上，对这2种内核驱动的系统呢做了测试。那首先在路由器上面的话，他们发现使用鸿蒙内核可以减少 30% 的设备内存占用，并且呢能够多出 30% 的客户端连接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说同一台路由器设备可以连接更多的设备去上网，就是意味着它的并发能力更强。使用鸿蒙内核的话，在路由器这样嵌入式的设备上表现出了更少的内存占用，然后呢更强的并发能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
车机上，对吧？在智能车辆上、智慧车辆上，我们现在都讲车联网嘛，对吧？它这里测试的车辆，我不知道是不是华为的问界系列啊。它这里给出的数据是说，鸿蒙内核能够缩短智能车辆上系统的60%的启动时间，它的跨领域延迟降低了60%，对吧？这一点大家可以想象啊，同样的智能车辆，对吧？采用鸿蒙内核驱动的，叫什么鸿蒙座舱还是什么？它的启动速度比使用 Linux 内核的缩短了60%。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智能手机上使用鸿蒙内核，在智能手机上应用的启动时间缩短了17%，并且应用的丢帧率降低10%。所以对于使用了鸿蒙内核的纯血鸿蒙的鸿蒙 Lex 的系统，那么它相比于使用 Linux 内核驱动的情况下，它的应用启动时间能够缩短17%，它的丢帧率能够降低10%，对吧？这个是不是可以吹爆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手机设备上，常用的手机设备上，它能够达到这样明显的一个性能提升啊。所以这是鸿蒙内核的优势啊，也是它在介绍部分中然后列出的对比数据的总结。好，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鸿蒙内核目前获得了国际上最高等级的汽车安全认证，也就是 ASILD 啊。同时呢，它还获得了信息技术安全等级的最高认证，也就是 CCEAL6+ 的认证啊。然后这两个认证的话，在国内操作系统界应该都是极少有的。我在读论文的时候，我特地去查了一下这两个认证啊。然后 ASILD 的话，好像是国内唯一一个然后获得了汽车安全等级最高的一个认证吧。它这里体现的是鸿蒙内核，它在安全性和可靠性方面是远远的超过 Linux 内核的，能够取得这些行业最高等级的安全认证。好，这个就是介绍部分的总结内容啊，它的其中的亮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那接下来对于整个鸿蒙内核，对吧？我们的开发团队他们对于这个鸿蒙内核的情况的介绍是什么呢？他说，鸿蒙内核由9万行核心代码构成，是使用基于 C 的受限子集实现。鸿蒙内核100%纯研发然后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工信部也给了相关的认证证书啊，就是鸿蒙内核它肯定是纯自主研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啊。因为这9万行的核心代码的话，肯定都是作者肯定是研发团队自己写的。那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想要去部署到设备上去跑完整的鸿蒙内核的服务的时候了，它还包含了除核心内核以外的其他的系统服务，然后这个部分加上去之后，它的可单独部署的版本的话，拥有超过100万行代码，所以说鸿蒙内核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东西啊，它的核心内核的话，其实只有9万行啊，这个其实不算很多啊。但是当它包含了所有的外围系统服务之后，能够去真实设备上部署，它的总代码量超过100万行啊，然后这一点也是很厉害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鸿蒙的构建系统，鸿蒙内核的构建系统可以针对于你使用的场景来指定对应的编译配置，来组装出鸿蒙的系统服务啊，这一点其实很厉害啊。然后为什么很厉害我后面会在这个论文中给大家来介绍啊。那我总结的这些点在原始的论文里面大家其实都可以找到啊，比如说我前面说的这些数字，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论文里面找到它的原始的出处啊。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鸿蒙内核的亮点的一个总结啊。然后这里那个作者团队用了一个词啊，在这个鸿蒙内核最后总结的部分啊，他说鸿蒙 is wild， 他这么写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他的这个标题啊，荒野中的鸿蒙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作者他想讲的可能就是鸿蒙目前是处在还比较初始万物待发的一个状态啊，或许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细节啊。那先看一下最开始的介绍部分。对于介绍部分的话，作者其实写的也很规范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介绍部分的话，他把当前所有的相关技术的研究背景都列了一遍。那么这里是我的一些总结啊。那第一个就是微内核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是优于整体式内核的，例如 Linux 也就是鸿内核啊。首先第一点，它就明确指出来微内核它在可靠性、安全性和扩展性是比 Linux 内核强的，所以微内核能够广泛的应用于嵌入式场景和一些对于安全非常重视的一些场景。那第二点，他说新兴场景比如说使用我们的智能车辆或者智能手机啊，它要求高性能、高安全性、高扩展性。但是 Linux 内核的话，它更多的是面向于服务器和云端场景啊，
注定难以满足此类场景的行业高级认证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的总结部分大家看到的，就是为什么鸿蒙内核它能够拿到汽车安全等级最高的认证，以及信息安全等级的最高认证啊。因为首先它是微内核，那么它本身天然就是比像 Linux 内核这种整体式内核或者说宏内核它有更高的可靠性、安全性。所以对于这一点它为什么所以这一点就解释了它为什么能够拿到行业顶级的安全相关的认证，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点，在介绍部分提到，他说现有微内核面临的挑战主要就2点啊。第一点的话是兼容性啊，他说对于仅仅实现 POSIX 是不够的，重建整个应用和驱动的生态系统也不现实，对吧？现有的这些微内核它是难以重用现有的驱动，无论你是用迁移的方式还是通过类似于虚拟机这种方式，他们都会迁移的话工程量太大了，对吧？你用虚拟化的方式，它的这个性能开销也很严重，所以现有的微内核它其实是难以解决这种对于不同生态的一个兼容性，并且你想要去移植它的成本过于高昂啊。所以它第一点。第二点，他说现有的微内核它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是性能挑战，除了跨进程调用以外，跨进程调用的频率也造成了显著的性能开销。他这里列举了一个数据啊，并且我们可以看右边这个图啊，右边这个图就是他在他的这个3种类型的设备上，然后做了一个测试啊，他发现说对于不同的设备使用微内核，它的这个跨进程的调用的频率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差异的数据呢，他在这里通过这个叫累积分布函数图来进行分析的啊。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黄色的是路由器这种嵌入式设备，绿色的是这个车机的这种智慧车辆的设备，那紫色的是我们的智能手机的设备。那随着它的 IPC 调用频率的增加，你会看到它占的比重越高啊。其实这个图就告诉我们，手机它的 IPC 调用频率远大于车机，对吧？远大于我们的路由器这种嵌入式设备，所以它会造成额外的性能开销。它不仅造成性能开销，对吧？它导致的这个叫做 state double bookkeeping， 也导致它有额外的内存占用啊。现有微内核采用的这种基于能力的访问控制了，也会导致它们的性能开销是比较大的，是弱于 Linux 内核的。所以鸿蒙内核它要解决的就是现有的微内核所面临的兼容性和性能的这2大难点啊。那重点的话，我看弹幕上也有同学提到了，对吧？它主要就是对于这个跨进程的 IPC 调用做了很多的优化啊。那它后面怎么优化的吧？我们来看这篇论文，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来进入第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介绍了一下背景，然后呢阐述了现有的微内核和 Linux 内核的现状，它们各自之间的优劣势，对吧？那以及说微内核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那我们来进入第2部分啊。其实我看这种大佬写的论文啊，就觉得还是挺赏心悦目的无论是他的这个写作水平啊，还是他的这个前文造词的水平啊，都是很强的，反正是远远超过我们这种菜鸡的。他介绍部分的话还有内容。那第一个是鸿蒙内核的研究超过了7年，对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鸿蒙内核它是突然蹦出来的一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已经是研究超过7年的。那反正它是由我们交大的陈海波教授的团队跟华为的中央软件研究院，他们开始鸿蒙内核的研究超过了7年。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们取得了以下的进展啊。第一个是说鸿蒙内核它是完全兼容 Linux 的 API 和 ABI 的，就意味着说它完全兼容 Linux 的接口啊，所以说它可以重用 Linux 的应用和驱动生态环境，对吧？这一点就很牛逼了，对吧？就意味着说我们现有的很多的 Linux 的应用程序和它的驱动程序啊，就算他们不开源呢，我们也可以能够让它跑起来，我们不需要重新去开发，重新去移植它这样可以省去很大的工作量和成本啊。因为你想去搬迁现有整个 Linux 的生态和驱动的话，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一个成本啊，是根本完成不了的，短期内。所以他做的第一点，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赞同的，它是完全兼容 Linux 的接口，无论是在它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还是应用程序爱进制接口全部兼容啊，所以说它可以驱动 AOSP 啊，它可以驱动安卓系统啊。好，第2点是鸿蒙内核它可以驱动拥有丰富外设的 AOSP 和 OpenHarmony， 对吧？这其实就是建立在第1点的基础上，因为它完全兼容了 Linux 的
的这些接口，所以它才可以驱动 AOSP 和 OpenHarmony。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啊，就是鸿蒙内核为了兼容性，它做了一些妥协啊，就是鸿蒙内核它本身是微内核架构的操作系统内核嘛，对吧？微内核的缺点我们前面也讲了，那它为了解决微内核的兼容性的缺陷和性能的缺陷，它其实都做了妥协。那首先我们来看它在兼容性方面做的妥协。那第一个，它最小化实现了微内核，遵循了微内核的最小化原则，所以说它的核心内核非常非常小啊。它所有的这些系统服务，对吧，都通过隔离良好的情况下来分布在我们的用户空间里面。当然，除了少部分特别性能敏感的，它分布在内核空间以外，其他的基本都在用户空间里面啊。所以说，它提供的是这种权限最小、隔离良好的操作系统服务。核心内核它只保留最简单的东西啊，它只保留最简单3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线程调度器，第二个是串行和定时器驱动程序和访问控制，它就保留这3块在它的核心内核里啊，是真正做到了最小化。其余的这些服务的话，全部都是通过隔离的方式来提供。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第二点，他说通过实现了兼容 Linux 的 API 和 ABI 和高性能不好意思，它第二点是通过实现兼容 Linux 的 API 和 ABI 接口实现了对现有的 Linux 的高性能驱动程序的重复使用，最大限度的提升了鸿蒙内核的兼容性。它实现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它叫做 Linux 的 API 兼容垫片。然后呢，这个垫片的话是我翻译过来的，我查了一下这个词shim 这个词就是 shim 这个词，查来查去好像都是垫片嘛，就是起这种作用，对吧？具体官方翻译成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可能等陈海波教授的视频放出来，我才知道他具体翻译的是什么。那我这里统一称它叫 API 兼容垫片。那么它实现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组件或者服务它可以将所有的 Linux 系统的 System Call 重新定向到鸿蒙内核内部系统服务的 IPC 跨进程调用，并且呢，它还通过实现了一个驱动程序的容器来重用没有修改过的 Linux 驱动程序，并且采用 Twins 双胞胎驱动的方式呢，来消除性能降低的风险。那它具体怎么做的，我后面会在讲详细内容的时候跟大家来介绍。当然，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些知识是我的盲区所以我这里是我盲区的部分我就跳过给大家看原文。然后呢，那我懂的部分呢，我就多讲讲，好吧？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说，鸿蒙内核它实现的这个 API 兼容垫片，它是可以将所有的 Linux 的 System Call 重定向给鸿蒙内核自己服务的跨进程调用的，这一点就很牛逼了其实我们在后面的论文中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已知的所有的 Linux 内核的 System Call， 它都做了这样的实现跟偷传。那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翻译的一个机制吧，其实有点像，就是它这个 API 兼容垫片会将所有针对于 Linux 内核的调，因为你如果想用 Linux 驱动的话，这些 Linux 的程序它发出的都是对 Linux 内核的 System Call 嘛。这里对不懂开发的线上的小伙伴说一下，所谓的 System Call 就是我们所有使用的应用程序，对吧？它真正去调用操作系统的时候它让操作系统去干活嘛，对吧？就是我们用的这些第三方的应用，不管微信 QQ 对吧，他们都是不能够直接去调用我们手机和电脑的硬件的。比如说它要播放个声音，对不对？这些它都是不能做的，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依赖于让操作系统再去调用驱动程序，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无论是微信还是 QQ， 他们要去调用操作系统暴露出来的这个接口，那这个接口的调用实际上是发出了针对于操作系统内核的 System Call， 就是系统调用System Call 大家理解就是系统调用。这个系统调用是可以被操作系统内核识别的，然后它识别到了有个程序要我干这个事情，好呀，那我就去调用对应的功能去做这个事情，把结果告诉他，然后告诉这个程序。所以我们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在操作系统里面的话，实际上都还是处于比较受限制的状态，它很多的动作都是依赖操作系统完成的。当然一些最简单的任务，对吧？比如说我写了个计算器，对吧？我在计算器里面做加减乘除这种事情，当然不需要让操作系统干的，对吧？我的应用程序自己在
在用户空间里面就解决了，我不劳动那个操作系统来干这个事情。那操作系统其实主要干的事情就是来让我们的应用程序能够调用硬件的能力啊，操作系统内核其实它主要干的就是做这种软件跟硬件之间的桥梁。好吧，那这里的话，关于 System Call 我就来解释到这里啊，就是系统调用解释到这里啊。那第3点的话，它还使用了结构化设计的方式呢，来确保性能。它怎么做的呢？他说，为了实现灵活的系统服务组合，层级化放松可信服务之间的隔离，然后降低 IPC 开销。针对特定性能要求高的场景，紧密耦合系统服务，降低 IPC 的频率和其他开销。那这句话其实用人话来讲，对吧？这句话其实我已经总结过了。你看原文的话，它写的更复杂。那用人话来讲的话，就是说鸿蒙内核，它为了保证它的运行性能不比 Linux 内核差，它能够根据你使用的场景需求，让你动态的去打包出对应的适用于不同场景的鸿蒙内核。在不同场景的鸿蒙内核里面的话，它会根据系统服务的不同的级别来放松对这些系统服务的管控，对吧？如果这个系统服务之间的管控越高，就意味着说我操作系统内核去调用它，或者说其他程序去访问这些服务，它的这个性能开销越大，对不对？它会层级化，就是我给不同的服务划等级，对吧？等级越高，限制越强；等级越低，对吧？等级越低，限制越小。其实它的那个叫做 IC0，对不对？还是 LC0 应该是 IC0。然后呢，它实际上它是没有做任何限制的，就意味着说被划为 IC0 的这些系统服务直接访问，中间没有任何额外的权限控制啊、审核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没有啊。它的性能开销是最低的。另外的话，它还是说，针对于性能比较敏感的场景的话，你可以将我的微内核里面用到的这些核心的系统服务打包成一个服务啊，你懂我意思吗？它就变成有点像宏内核那种感觉了，就是把一些核心的微内核的系统服务了打包成到一个进程里面。这样的话，不同的微内核系统服务之间，它在一个进程里面互相调用，那就是函数调用了，对不对？就没有跨进程通讯了，它的这个性能开销不就少了吗？对吧？它 IPC 频率不就降低了吗？对吧？所以这一点也很牛逼啊。那后面的话，我们会看这个论文里面它怎么做的啊，它是如何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合并。其实对于鸿蒙内核的核心架构图，它在这个论文里面其实有画，最核心其实就是这张图啊，最核心就是这张图。其实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在鸿蒙内核的核心架构图里面全部有标记啊。待会儿我带大家来看一下，理解一下这张核心架构图。那线上的话，有一些懂技术、懂开发的小伙伴，其实在弹幕里面也讲了，对，其实就是一些核心服务，对性能比较敏感、常用的一些服务，它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黄色的部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点编辑状态啊，把画笔点出来，绘制，对，就这个部分啊，这颜色不好，调一下，就这个部分，常用的对性能敏感的核心服务，它是可以合并到一起的。就不会是说很多个不同的系统服务分开，互相之间要进行跨进程调用，它可以合到一起变成一个进程，完全变成进程内部调用，这样的性能开销就很低了，就跟这个像 Linux 之类整体式内核它内部的调用方式一样，对吧？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先继续往下面讲啊。然后因为这个论文的话信息量比较大啊，然后呢有比较细节的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来过一下，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它对于这个现有的通用微内核的这些的案例的一个介绍。那这里实际上大佬这边就是回顾了一下目前整个微内核的一个情况。那首先他说，微内核的核心应该是遵循最小化原则的设计，对吧？所以说它的核心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的。那其余的系统服务都转移到用户空间里面，这个是标准的微内核的设计原则啊。它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的系统服务挂掉了之后，不会导致我的内核也挂掉，所以说它的安全性跟可靠性会比 Linux 这种整体式的内核强啊，宏内核强。那第二个，他说现有的最先进的微内核
它只应用于特定领域啊。它这里举了不同的例子啊，比如说 L4 QNX 啊和这个 Zelcon 吧，应该是。就是这几个最先进的微类核，它们分别服务的都是像什么嵌入式啊、车载啊，然后以及说像其他的一些那个设备场景啊，就是很专业化嘛，它不通用。那对于这个混合类核而言的话，他也讲了，比如说我们 Windows 操作系统使用的 Windows Lite 的类核和苹果使用的这个 XANU 的类核，它们没有继承微类核的很多优点，也没有做到了最小化特权和完全完善的一个隔离系统服务。所以说混合类核它其实是吸收了部分微类核的一些优点，但是它很多优点它并没有吸收啊，所以它做不到像微类核那样比较严格的系统资源和服务的一个隔离啊，所以这是混合类核的缺点。那对于我们的鸿蒙类核而言，它的目标可不是说做最先进的微类核，它的目标是要做一个通用类核啊，就是说不仅可以在嵌入式设备上跑，还可以在我们的华为的鸿蒙设备上跑，在华为的手机上跑，在华为的车机上跑，在华为的智慧屏上面跑，在所有的这些硬件里面跑。那在所有硬件里面跑的一个前提就是它要通用化，它要变成像 Linux 那样能够在所有的场景下都能跑的一个类核。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对微类核做通用化的话，我们需要来对通用化类核它有哪些需求，对吧？我们来看第一个，他说新型场景它主要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智能汽车和我们的手机嘛，它要求更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他举例子了，他说能够保证用户的敏感数据，或者说能够保证车辆上的成员的安全，因为你的这个通用化微类核它一定要做到比 Linux 更高的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对吧？这一点的话，其实微类核本身就比 Linux 类核强啊，但是你也如何在通用化的情况变成通用化类核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一点其实是有比较高的挑战的。那接下来他还列了3点需求啊，第一个是说软件生态，他说目前的话，市面上大部分的驱动和应用程序啊，很多了，它都是不是使用源码的方式提供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能够获取一个应用程序的源码，对吧？我可以把它打包编译到任何操作系统上，就算是纯血鸿蒙系统，对吧？只要对方开源的，我也可以把开源的代码迁移过来。它如果 C 写的，对吧？我就直接来编译到使用鸿蒙的编译工具，把它编译成鸿蒙应用就可以了。但是很不幸的是，市面上绝大部分的应用程序啊，你用到的什么微信、QQ 啊什么的，他们全部都是以这种二进制形式分发的。所谓的二进制形式分发，就是直接给你个安装包啊，我不给你源代码，对吧？大部分应用程序你们用到的全部都是以这种安装包的形式分发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能够只做 PUSIX 的兼容了，你还得兼容 Linux 的接口啊，你必须要做到它的这个 API 和 ABI 的兼容。前面提到过啊，你必须要能够兼容所有 Linux 系统的 System Call， 所有应用程序能够正常调 Linux 类核，那么它也可以能正常调你的鸿蒙类核，要做到这一步才可以啊！你如果不做到这一步，就意味着市面上大部分的 Linux 生态的应用程序和驱动你用不了啊。好，第二点，他说资源管理，他说新型场景的应用，它们之间是互相竞争系统资源的，所以要求你的这个系统类核必须能够妥善的协调操作系统的资源。那第三个是说性能，他说新兴的场景，无论是智能汽车还是手机，它也要求高性能。所以你的这个通用化微类核一定性能也得好，你的性能要是比 Linux 类核差太多的话，别人为什么要用你，对不对？你出来的意义是什么？那你性能好才能够保证用户体验呢。就比如说在我们手机上，对不对？纯血鸿蒙它的性能体验一定不能够比使用 Linux 类核的安卓系统差，否则的话你如何去超越安卓了，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现有的通用化微类核的方式了，要么就是成本高昂，对吧？不好意思，他这里是说现有的想要实现针对于这种新型场景的方式的话有2种啊，然后要么成本高昂，比如说你自己去针对 Linux 类核做深度定制，对吧？这样的话开发量和你的这个适配量都比较大啊。那第二个是说你要么缺乏这种高效协同的资源管理的一个能力啊。他这里举了很多啊，比如说像这个叫什么，叫做 Unikernel 啊 ，Multi-kernel 啊，这个应该是什么统一类核啊，然后什么多类核啊，
然后外挂内核啊，然后什么分离内核啊等等，就这些不同的技术缺乏高效协调的资源管理的一个能力啊。所以作者的话，他相信将微内核进行通用化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作者他们实际上也取得了成果啊。大家现在用到的在华为设备上跑的鸿蒙星河版的操作系统，一跑的就是鸿蒙内核，它已经从原来的理论探索，然后变成了我们消费者真正使用手机上的一个操作系统内核。然后未来的话，随着年底的话纯选鸿蒙的正式商用啊，会有数亿台，对吧？哇，可能会有未来数十亿台的设备，他们都运行着鸿蒙内核。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那第二部分的话，作者呢还 diss 了一番那个 Linux 内核啊，他把 Linux 内核的这个缺点也举了一遍的啊，他把 Linux 的缺点举了一遍啊，他在这个论文原文的这个 2.3 的部分啊，他举了一些 Linux 内核的缺点。他说，对于 Linux 而言的话，它主导的是服务器和云计算市场，但是为了持续的扩大它的市场份额啊，渗透到其他领域啊，它其实做了安全性、可靠性和性能上的一个妥协啊。那它做了妥协的这3点的话，表现在哪些方面啊？我们来看第一个，所谓的 Linux 内核，它做的安全和可靠性的妥协啊。他说，在 Linux 内核的300万行代码中，80%是文件系统和驱动模块的，这显著降低了 Linux 内核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啊，并且 Linux 内核的这些文件系统和驱动模块，它们占了过去4年内1000个高危漏洞中的 90% 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 Linux 内核它不安全啊，不安全，它占了过去4年内总共1000个 CVE 然后高危漏洞中的 90%， 就意味着1000个有900个都是由 Linux 的这些模块导致的。那他又说 80% 的数据泄露的漏洞，就是对于 Linux 内核它是可以通过数据隔离避免的。但是 Linux 内核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老东西啊，它随着这些年的扩张，它本身是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啊。所以我这里用了个形容词啊，是我个人主观判断啊，不代表论文作者的说法啊。我认为 Linux 它是积重难返啊，它想要去实现高规格的完全的数据隔离，是需要大量的工程量，甚至去重写很多模块的。这个是作者在原文中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Linux 内核它现在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改善，尤其在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上面啊。但是如果说它真的像微内核那样去实现一个比较完善的数据隔离的机制的话，它需要大量的工作，它的这个改进和重写的代价是非常非常高昂的。所以对于现有的 Linux 内核是不现实的。所有使用 Linux 内核的厂商和用户的话也没办法，对吧？它是不现实的，毕竟它的这个代价太大了，你现在去对它做更深层次的改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他说 Linux 内核的通用性和特化的这一点上，然后也存在缺陷啊。他说最近 Linux 它针对于云和服务器驱动的这些补丁和功能的话，其实妨碍了其他场景的性能啊。其实可以理解啊，对吧？对于 Linux 而言，它其实主要主导的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器端和我们云计算场景啊。那它为了服务器的和云计算场景，它推出了大量的补丁和功能更新啊。但是这些引入的新功能，他们只考虑服务器端和云计算的场景啊。他们引入的这些新的代码和补丁的话往往会伤害其他的，比如说嵌入式或者说在手机上所运行的这个性能啊。就作为一个大而全的一个操作系统内核，它的这个在不同场景的特定场景、特化场景的运行是受到了其他场景所引入的这些代码的影响的。然后呢，并且由于 Linux 内核它内部的耦合度过高，然后工作量巨大，对吧？你想要去对它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定制是非常非常不现实的。就意味着说，大部分厂商去使用 Linux 内核，你没有办法去剔除掉你不想要的部分所以 Linux 内核它就是个庞然大物啊，你没有办法只保留说你想要的部分来保证它高性能。所以这是 Linux 内核的第二个难点啊。第三个难点，他说对于 Linux 的内核而言的话，对吧？有很多厂商在它的基础上写了一些定制化的代码，就自定义的代码，这导致他们使用的 Linux 内核的版本难以和上游的
上游的版本合并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对吧？就是我们市面上存在大量的使用老的 Linux 内核，比如说 Linux 2.6 的版本的程序在运行就是使用 Linux 2.6 的这些设备，对吧？不管是嵌入式设备还是其他设备，在市面上大量存在并且由于厂商定制的这些自定义代码，导致它没有办法跟主分支合并升级到最新的 Linux 版本的内核所以这一点其实也很好理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兼容性问题嘛。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继续看，这个是作者然后列出的3点的 Linux 的缺陷然后弹幕里面有人说瞎说，那我只能说你是在说这个陈海波团队他们在瞎说吗？对吧？我说的这个内容全部都在论文里面，你可以找到原文那你就可以看这个在这个 2.3 部分，然后 issue with Linux在这个第3部分 customization 然后 with 这个叫做 evolution 这个部分，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部分论文的第3部分，它讲的是说我们要重新去审视微内核，然后呢让它来进行通用化。那它对于微内核通用化的话，它观察了几点然后第一点是说，当我们提升这个微内核的规模，对吧？就是大规模微内核的一个情况。然后它有几个观察，他说对于新兴场景而言，尤其是指在车机或者手机上面，对不对？它的 IPC 的频率更高，它会导致更高的 system call 和缺页异常频率这会导致更高的额外的开销无论是对于那个内存或者其他资源。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第2点。那第2点，他说分布式多服务器，这个我不知道那个翻译的对不对在原文里面的话，他说的叫做 distributed multi-server， 对吧？然后他说分布式多服务器导致了这个叫做 stable double bookkeeping对于这一点，其实在我的知识领域的盲区但是我个人主观上的理解应该就是我们不同服务之间，就是那个微内核的核心内核跟系统服务之间都会保留的相关的一些那个内存的记录然后呢，它会导致这样的一个重复，对吧？服务保留一份，然后呢，核心内核保留一份，然后导致缺少这种中心化共享对象的存储然后导致更多的 IPC 往返和内存开销。然后这个是我的理解可能不对，然后大佬可以纠正我一下。好，那第3个，他说基于能力的访问控制会导致显著的性能开销基于能力的访问控制会导致显著的性能开销，这一点其实针对于现有的微内核来讲的。第4个观察，他说生态兼容要求我们的微内核通用化不仅仅实现 POSIX 其实 POSIX 在这篇论文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对于不搞开发的同学，或者说那个不了解操作系统的同学的话，其实这个 POSIX 其实是一个规范，它是一项那个关于和 Unix 操作系统然后交互接口的一个规范。那很多的操作系统都实现了 POSIX它其实就是一套接口规范，然后呢也是一套标准，好吧？那第4点的话，我们来看观察5，他说新型场景部署要求有效重用现有驱动，部署鸿蒙过程中发现驱动应用程序数量需求快速增长，车辆和手机它要求超过了700个驱动，如果对于这些驱动进行重写的话，需要5000个研发工程师1年的工作量他这里就提了，我如果针对于微内核我重写这些所有的驱动，对吧？我需要5000个程序员开发1年的工作量。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要算时间成本，你还要算他们的工资，算他的这个什么软硬件的投入，这其实是一个天文数字有多少程序是需要5000个人来开发1年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投入他这里没有写具体评估的这个财务金额我相信这个数字会非常非常大，肯定是多少亿美元呢所以说他这里就提出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新型场景使用微内核，通用化微内核一定要去兼容现有的这些 Linux 程序和驱动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说，我觉得使用高通芯片的老的鸿蒙设备一定也会用鸿蒙内核的，对吧？因为鸿蒙内核它完全兼容针对 Linux 的驱动。当然我们都知道安卓的驱动嘛，高通提供给安卓的不就是放在安卓的叫做硬件抽象层里面嘛，就是 HAL 驱动嘛。它虽然不开源，对不对？但是呢，它在 AOSP 里面运行的时候，不就是发出了针对于 Linux 内核的 System Call 嘛，对不对？我个人理解的话，
对于鸿蒙内核，它完全兼容了 Linux 操作系统的 System Call， 所以它应该是可以能够跑现有的高通给安卓的驱动的。所以我相信，对于现有的使用高通芯片设备的这些老的华为手机，我相信你们也一定能跑纯血鸿蒙系统，一定能用上鸿蒙内核。那个而不是很多人说的，那个老的设备它只能跑双框架的鸿蒙，对吧？只能跑 AOSP， 只能用 Linux 内核。我不相信啊！我看这篇论文，我看完之后，我觉得鸿蒙内核它应该是可以兼容那个安卓的 Linux 驱动的，它是可以通过鸿蒙内核来跑老的这些使用高通芯片的设备上来运行纯血鸿蒙的啊，这个是我的判断啊。当然我的判断不一定对，然后呢后面即使说错了，大家其实也不用过来打脸的，就是我认为啊，我主观认为不代表任何事实。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鸿蒙内核概述，我们来进正文呢，就是3.2这个部分，它重点讲了这个鸿蒙系统它的整个设计的原则和它的这个设计的方式啊。那这个论文里面的这张鸿蒙内核的核心系统架构的图我也贴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其实就从论文里面原文截的，感兴趣反正大家去细读它这个论文嘛。我今天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学术讲座啊，所以我不会说的很细啊，我就尽量的以我的认知水平我去来讲啊。当然有错的地方欢迎大佬纠正啊。那我们来看鸿蒙内核概述，对吧？那首先对于鸿蒙内核的设计原则的话，它其实采用了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是保持最小化，它完全遵循了微内核的设计的原则。它通过实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核心内核跟系统服务然后分离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实现了整个那个微内核风格的这样的一个鸿蒙内核。那它主要有3点啊。第一点说，它通过分离策略和机制，然后以及解耦和隔离系统服务和细粒度访问控制这3个设计，来实现了鸿蒙内核的最小化啊，来让它符合微内核架构的这样的一个鸿蒙不好意思，它通过这3个设计来让我们的鸿蒙内核来保持这种最小化，符合这个微内核的最小化原则。那第二个的话是鸿蒙内核它的设计原则是性能优先，它不像传统的微内核，对吧？它更注重安全性、可靠性，对于性能这一块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啊。因为鸿蒙内核它是要在车机和手机上面跑的，用户体验至关重要，它不可能像嵌入式设备一样，对吧？在后面慢慢跑，所以说它的性能一定不能比 Linux 内核差，它对于性能的关注是特别优先级的。所以说它怎么做的呢？对于鸿蒙内核而言的话，它通过结构性支持，然后根据使用场景灵活组合系统，采用类似 RPC 的 Fast Path 就快速路径来进行管理资源，差异化的隔离级别来减少 IPC 开销，以及聚合了紧密耦合的系统服务来降低 IPC 的频率。同时呢，鸿蒙内核还能够通过地址令牌补充功能实现高效的内核对象协同管理啊。可能线上的大家跟听天书一样啊，对不对？但是呢，就通过这篇论文，它就是告诉我们，它采用了几种方式和技术啊，来巧妙的优化了传统微内核面临的性能问题。它主要就是降低了跨进程通讯的一个性能开销，并且呢，通过耦合一些紧密相连的系统服务来减少这个 IPC 的这个次数。同时呢，它还实现了类似于这种那个 RPA 的远程构成调用的方式了，通过快速路径的方式来减少这个 IPC 的这个往返，来提高它的性能。那以及说它还实现了一个地址令牌补充功能啊，这个其实我看的不太懂，但是没关系啊，我看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减少我们的服务跟内核之间的相关的 IPC 这个往返的这个次数，所以说它能够实现更高效的内核对象协同啊。那我们来看第3个原则，他说最大化兼容生态，它实现了一个叫做 ABI 垫片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可以来看这张图啊，来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标记着3的这个东西啊，大家看一下啊，就标记着3的这个绿色的块块，它上面写了叫做 API Compliant Shim， 对吧？中文直译过来就是叫做 ABI 兼容垫片。那
它就实现了对于所有 Linux 的系统调用的转发。所有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发起的 Linux 系统的调用，它需要系统去帮我干活的时候，对吧？我这个垫片来接收到这个调用请求，统一把它转发给我鸿蒙内核内部其他系统服务，对吧？它实现了这样一个转发能力。除了做转发能力以外的话，它还针对于 Linux 的内核抽象空间呢，也做了一个对应的实现，好吧？然后它其实比较细啊。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继续往下面看。那此外的话，它还提供了 Linux 驱动容器环境来直接运行现有驱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里面的4的这个部分，4的这个部分啊，叫 Linux Driver Container， 里面的话包含了完整的 Linux 的运行时啊，这一点是不是很牛逼，对吧？其实它这里面就跑了一个去掉了 Linux 的内核的 Linux 的运行时，所以说它这里有一个 Linux 驱动的容器。它只是用来跑 Linux 的驱动的。至于说在这个容器里面所有的 Linux 驱动发出的调用硬件的请求，那实际上最终都是通过我们的鸿蒙内核来调用硬件，而不是通过 Linux 内核来调用硬件。所以说它的这个实现就非常巧妙啊。那至于有些人说好看，果然你离不开 Linux， 对不对？果然你不是还是用了 Linux 的东西吗？你还是没有完全脱离了 Linux， 对吧？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你有这个Linux 的容器，你实现了 Linux 兼容层，那你就是 Talk Linux 对吧？我相信网上的话现在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那对于这样的声音的话，我只能说，我整个鸿蒙内核某一个外围服务实现了 Linux 的容器驱动，其余的部分全部都是我自己写的。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使用了 Linux 的运行时的这个部分，它肯定是受 GPL 许可证的感染，肯定是开源的。除此之外，其他全部都是鸿蒙内核的东西，其他部分全部都是鸿蒙内核的东西。然后你跟我讲说它是 Talk Linux 吗？它是 Linux 内核吗？它们内核的类型都不一样啊。所以前面的话有很多人在网上就讲，从最早期的 Talk 安卓，他们现在不讲了，他们讲 Talk Linux。你看这个架构，它跟 Linux 像吗？跟 Linux 有关系吗？它的实现，对吧？它只是巧妙的设计了一个 Linux 的驱动容器来跑 Linux 驱动而已，并且呢，它自己实现了一个 Linux 的一个叫做 ABI 兼容层来转发所有的 Linux 系统调用而已。它就是做了这2件事情，实现了对 Linux 现有生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兼容啊。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对吧？整体架构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其实这个架构图的内容比较丰富啊，这个架构图我会一直挂在那个右边，然后待会儿的话我们讲到它的这个详细内容部分，还会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架构图里面不同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前面提到的采用了好几项不同的技术来优化这个现有的微内核性能差的这个缺点，对不对？这里就列了好几个技术啊。第一个，它采用了类似同步 RPC 调用的这样的一个IPC 快速路径来进行调用。那对于这一点的话，了解开发的同学，可能大部分的人跟后端交互的时候有接触过 RPC 啊。然后这个 RPC 的话，在我们开发服务端应用程序的时候特别常用，然后客户端其实偶尔会用一下，就大部分是后端会用的比较多啊。那它的这个特点的话，就是说所谓的 RPC 调用的话，就让我们的应用程序调用一个远程的服务，像跟调用本地服务一样，对吧？远程的服务它到底怎么实现的，你不用管；远程的它到底是个服务器还是什么东西，你也不用管，对吧？反正我就像调用本地的某一个接口，调用本地操作系统某一个函数一样，我去调用它，这个叫做 RPC 的这个远程过程调用啊。那由于我们的鸿蒙内核的研发团队，他们讲说，他们发现大部分的跨进程的 IPC 的调用呢，都是过程调用。系统服务呢，它是被动的等待被调用，而非系统服务它一直在跑着，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它是更符合像这种 RPC 调用的一个形式啊。那相对于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基于 Socket 的方式来进行调用嘛，使用同步 RPC 调用的方式更高效。然后他说了，在发送跨进程调用请求的时候了，然后呢，鸿蒙内核的核心内核执行直接切换，
啊，它直接就在寄存器那边切换，然后呢，它绕过了调度，然后呢，它只切换这个堆栈和指令的指针，然后呢，避免切换其他的寄存器和相关的保护域。然后这里其实也比较怎么说，比较复杂啊。然后我解释不明白，以我的水平解释不明白，但是我能够理解它的这个说法啊。它其实实际上就是在内部，然后做了优化啊。它在发送 IPC 调用的时候呢，直接就通过切换指针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做相关的堆栈的那个地址的一个传递啊。他说了，鸿蒙内核它要求所有的这些鸿蒙内核的包含的系统服务都需要给核心内核注册一个入口处理函数。这个入口处理函数的话，用于快速处理切换过来的 IPC 的请求。所有的 IPC 跨进程调用的参数优先通过寄存器传递，通过硬件传递，然后额外的参数呢再通过共享内存传递。这个设计的话，其实挺好理解的。那个寄存器我们都知道，然后速度极快，很快。它适用的场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传一些简单的少量的数据，对吧？然后我们通过寄存器就传了。然后额外的复杂的数据，比如说你传个什么，我这里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我不知道类核态会不会有传 JSON 这种场景啊。然后呢，像这种比较大的数据，对吧？它就通过共享内存来进行传递啊，这个是我的理解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对于资源分配的话，鸿蒙内核也做了很多的优化，它分别体现在资源分配、资源耗尽，然后呢，以及说在资源核算的部分。然后呢，他说此前的话，对于这种跨进程 IPC 的调用产生的内存开销，然后一直被忽视啊。但是他们发现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性能问题，比如说你的这个分配给你的这次分配给你的这次调用的相关的进程的堆栈，它溢出了，对不对？它产生了一个 out of memory 的一个异常，这个 OOM 异常，我相信我们的开发同学啊，程序员可能每天都碰到啊，对不对？出现了 OOM 异常，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正确处理的话，对吧？然后就会导致下面，就比如说像资源耗尽，然后导致你的这个跨进程调用失败，然后它一直在排队，然后阻塞了你的这个内核进行任务的调度啊，然后导致你的这个内核重启啊等等，就导致这样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那对于我们的鸿蒙内核而言的话，它通过在常用的系统服务中为每个线程预绑定堆栈，同时呢还维护了一个堆栈池。这个堆栈池的这个大小是在运行的时候自适应调整啊，来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然后呢，他说他会当剩余堆栈低于阈值的时候呢，系统服务将会分配更多，以减少同步分配啊。同时呢，通过在 IPC 链中调用相同的服务，重用相同的堆栈，进一步减少了其内存占用。我觉得这一点挺好，这一点我能理解啊。就当我出现了那个 A 服务调用 B 服务，然后再调用 A 服务的情况下，对吧？这种情况下，明明他们是可以做这种重用堆栈的行为的，这样是更高效啊，可以减少他们的内存的调用啊。还有一个，它有一个除了给你的这个线程然后分配堆栈以外，还维护了一个堆栈池啊。这个堆栈池是动态的调整的，就是当可能给你的这个线程分配的这个堆栈不够的时候了，它可能就会把它转移到这个堆栈池里面，好吧？那它这里就提到了资源耗尽的情况下，它通过单独保留的堆栈池来缓解这个问题啊。它会把你的这个相关的 IPC 调用，然后转移到这个堆栈池里面，然后直到你的这个 IPC 调用成功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就相关的回收的行为啊，它也会处理的。好，那最后一个关于这个资源的核算，我不知道翻译成核算准不准确啊，它叫 resource accounting 啊。然后呢，它是会准确的记录所有调用者的这个标志，并且将所使用到的资源开销准确的记录到它。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些通用场景啊，你在手机端或者说在车机上使用，对吧？那我们的用户可能会比较关注于，就是我们的开发人员、厂商可能会比较关注说，我的这个系统或者应用程序它产生的开销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然后呢，它需要准确的记录它所产生的系统资源的开销，然后呢，包括功耗等等的这些东西它都要记录的。所以说呢，它这里鸿蒙内核会准确的去记录这些所有调用者的标志，并且将相关的资源开销呢都跟它关联起来。当用户通过命令去查询的时候呢，就能够去找到就可以通过命令去查询到不同的程序它产生的开销。这个文档的话，你搜这个叫做 OSDIA 的这个会啊，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
它采用的优化技术是什么？它用的优化技术叫做差异化的隔离级别他说为了保证我这样的微内核的核心内核跟系统服务之间的调用，对吧？它产生的性能开销能够比较小，不会影响到我的用户体验。所以呢，我对于所有的这些系统服务和组件，我对它进行了隔离级别的分等级，对吧？不同的隔离级别，它在调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开销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分了3个级别那第一个级别的话叫做 IC0 全称的话叫做 Installation Class 那它的第一个级别叫做 IC0，然后名称叫做 Core TCP 所谓的 Core TCP 翻译过来就是核心可信代码机就是 Core Trusted Codebase。那么对于 IC0 的这些服务和组件它是适用于经过验证的可信系统服务，当前只有 API 兼容垫片和核心内核之间没有任何隔离可以直接进行调用就是说我在这个架构图里面这个3它是属于这个最低程度的安全隔离它是完全可信的，它跟这个核心内核之间互相调用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开销的，就是没有任何因为安全然后因为访问策略导致的额外的性能开销没有对吧？损耗是0这里损耗是0，就是额外的损耗是0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第二个隔离等级，这个隔离等级的话叫做强制机制隔离强制机制隔离它对应的是我们架构图里面这个黄色的部分大家看黄色的部分，强制机制隔离，然后呢，它适用于性能关键、对性能很敏感的，并且能够经过验证的可信的系统服务，把它们放到内核空间里面然后呢，它包括哪些呢？对吧？这里的话，我把 Class 2的这个部分不好意思，我把这个 IC1 的部分也画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我把 IC1 的部分也画一下给大家，就是这个黄色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黄色部分里面的都是些什么服务了？在黄色的部分都是一些经常使用的，对吧？大部分的应用程序调用系统的时候经常使用的相关的服务，比如说文件系统对吧？文件系统事实上在操作系统的内部调用的链路里面，它是频繁出现的。那比如说内存管理，对吧？比如说你的这个进程管理，比如说原生的驱动容器，对吧？这些服务它都属于这个对于性能开销是很敏感的，对吧？它们之间如果不放到一起，不合并到一起，不整合到一个进程里面做跨进程调用，产生的开销和延迟是会很大的，对吧？所以说它把它归为第二类，叫做 IC1 的隔离级别。那对于这种情况下，它产生的开销也是很低的，它只是做了比较宽松的安全访问限制的处理，不会产生很多的额外的性能开销，好吧？那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第3级叫做地址空间隔离。我们来看一下地址空间隔离的话，在这个图上就是黄色的这个部分不好意思，橙色的这个部分那橙色的这个部分的话，它是适用于非性能关键的和包含第三方代码的服务，对吧？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说我们用户的应用程序和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服务然后以及说鸿蒙内核的抛开黄色这部分的其他的系统服务，都是跑在这个叫做 IC2 地址空间隔离的这种机制下的，所以它跟鸿蒙内核之间做 IPC 调用，它的这个开销是最大的，这3类里面最大的。但是对于这一类而言的话，它其实也有必要做它如果这一类它放松它的这个安全访问控制的话，会导致这个鸿蒙内核它会变得没有那么强的安全性所以说这一点它必须要做。那包括像 Linux 驱动容器的话，它也是放在这个最高的地址空间隔离的这个级别上，所以说它的驱动在这个 Linux 容器里面运行的时候，它产生的各种调用的话，产生的 IPC 的话，开销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好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论文里面提到的这张性能对比的图那对于这张图里面的话，我们来简单解读一下，我跟大家解读一下，就是说
对于鸿蒙内核的研发团队，然后呢，他们针对于不同隔离级别的系统服务之间的互相调用，它做了性能的统计啊，统计的这个垂直的 Y 轴，它统计的是什么？统计的是产生多少次的跨进程调用 IPC 的往返延迟啊，它是 IPC 往返的次数嘛，其实每次往返就会产生延迟嘛，对不对？那它这里就列出了，说我这个 IC0 跟 IC0 之间没有做任何的没有做任何安全的隔离啊，所以说它是最低的，它才18次啊，对吧？那我们来看那个 IC1，也就是黄色的部分跟绿色的部分进行互相调用的话，它们的跨进程调用的往返的次数延迟的话也很低啊，只有272。那如果是橙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对吧？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Linux 驱动，它想要去调用我们这个 IC0 的部分，它产生的延迟的话也增长了752，对吧？不好意思，看错了，它是这个502，对吧？它也增长了。那接下来其实你看这张图啊，就是随着你的调用的来源方和调用的目标方，然后他们的安全隔离级别越高，他们产生的开销会越来越高，对吧？产生开销最高的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做 IC2 隔离级别的应用程序去访问 IC2 隔离级别的这个驱动啊，这种情况下是开销最高的，但这也只是相对来讲啊，它也达到了目前被称为性能最优异的叫做 S1L4 的这个那个微类核的水平啊，也差不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微类核而言的话，它其实鸿蒙内核做的性能已经足够好了，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后面的话官方团队它有放出跟 Linux 跑 benchmark 的对比数据啊。那后面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各项指标上的对比啊。事实上，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啊，就是它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前面贴的这张图，就是鸿蒙内核在同类型的设备上，它的性能是优于 Linux 内核的。那所以我个人觉得春雪鸿蒙系统在华为的手机上跑体验比安卓手机跑强很多，有什么问题吗？对吧？那个安卓它本身的 Linux 内核就没有强过鸿蒙内核，然后呢，安卓系统本身，对吧 ？AOSP 本身它有没有开源鸿蒙的框架那样简单纯粹轻量级，对吧？所以说对于鸿蒙应用而言，它的运行效率比在安卓手机上运行高，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对于微类核的性能缺陷采用的第3个优化措施，它叫灵活的组合。然后他说，为了弥补性能差距，鸿蒙内核采用一种可配置的方法，允许在性能要求高的场景中合并紧密耦合的 OS 服务。其实就我们看到这张图里面黄色的部分啊，黄色的部分其实前面提到过好几次了，这个其实也是鸿蒙内核的主要的创新的一个部分啊，那我重新把它来画出来，就是黄色的部分标号为1的黄色的部分，它是把常用的这些性能要求比较高的系统服务合并到一起，对吧？它们内部就是纯粹的单进程内部的函数调用，它跟整体式的 Linux 内核的内部调用其实没有区别啊。然后呢，这些聚合在一起的、合并在一起的这些系统服务，它们也是在内核态啊，它不是在用户空间里面，它是在内核空间里面。所以说，它保证了跟核心内核之间的互相调用的开销也足够小啊，它是属于这种很低的延迟的一种情况，开销很低啊。那么它本身这些核心服务又合并到一起成为一个进程啊，那纯内部函数调用啊，那性能当然是没得说的啊。同时呢，它为了适应不同的场景，它还允许你在编译鸿蒙内核的时候呢，采用配置的方式了来分离这些服务啊，这些服务是可分离的哦，取决于你编译的配置文件决定要不要把它们合成一个服务，对吧？那么当你想把它分开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变成一个个不同的系统服务，就遵循标准的微类核一样，对吧？不同的系统服务互相之间是通过 IPC 调用的。好，那对于合并的这些服务而言，它们是没有隔离的，
然后互相之间直接是变为函数调用。函数调用的意思就是我们同一个程序进程内，对吧？我写的代码嘛，我程序之间互相调用，哪有什么开销，对吧？我性能当然好。其他服务保持原样啊，就是它指的其他服务，就是除了这些服务以外的所有系统服务都是保持隔离啊，都是在橙色的部分。好，然后他说合并后还可以实现页面缓存的有效共同管理啊，当然它在一个进程里面了嘛，它的什么页面缓存啊、资源都是共用的。好，合并了之后可以共同管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把这些常用的系统服务合并了之后，它的内存占用减少了 40%， 它能够取得的性能是跟 Linux 内核是类似的，但是它的安全性仍然是比 Linux 内核更好。对啊，合并了之后我取得了跟 Linux 一样的性能，但是我安全性做的就是比你好啊，牛逼吧？很强啊，很强。那目前为止的话，鸿蒙内核它仅仅在手机设备上可以启用合并内核的这种情况。说白了，大家手里面跑的鸿蒙 Next 的设备，纯血鸿蒙设备，它上面的鸿蒙内核就是在合并了这些常用的关键系统服务之后的产物。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4点，对于性能的优化。那对于性能优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基于地址令牌的访问控制啊。其实对于这个功能，其实以我的水平，其实我读不太懂啊。线上的大佬啊，然后感兴趣的话可以连麦啊，然后可以来帮我讲啊。那么我这里我可以来简单的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然后他这里讲说，对于传统的微内核使用的基于能力的访问控制是有性能问题的。所谓的基于能力的访问控制，就是说所有的应用程序对微内核的内核对象的访问都是在透过内核的，它是透过内核然后再做访问的，然后这个中间隔了一层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性能是不好的，它有额外的开销的，它多了很多 IPC 的往返，它都要经过内核这一层来往返一下，所以它产生了比较差的性能，开销比较大的延迟啊。所以鸿蒙内核它提出了一种通用的基于地址令牌的方法，然后这种方法的话可以更广泛的可应用于更广泛的对象来提高高效的共同管理啊。他这里讲说他怎么实现的了，他说他把每一个内核对象都放置在鸿蒙内核唯一的物理页面上，然后呢将内核对象授予系统服务需要将这样的页面映射到其地址空间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内核呢，鸿蒙内核，然后呢，我对于每一个内核对象都有唯一一个那个物理页面来去保存它们，然后呢，我允许这些所有的系统服务呢都做一个映射，都做一个类似于它应该是一个是类似于映射表的东西吗？反正就是可以允许我们的所有的系统服务能够通过访问这样的一个内核对象的物理页面上的地址的方式来快速的去访问这个内核对象。那对于这个系统服务而言，它所拿到的这些映射地址就是它的令牌啊。那它使用这个映射地址的令牌，它在做映射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做了对应的权限的划分啊。然后呢，它会根据你的这个使用的映射地址了，决定说你能够做什么动作。比如说你是做只读的还是做读写的，对不对？那这里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第一步是将这个内核对象的页面的地址，他是做一个映射还是做一个授权啊？然后反正就是让系统服务获得了一个地址，然后呢，系统服务直接通过这个地址去访问对应的对象，对应权限的一个对象啊。那在这个访问过程中，系统鸿蒙内核会对于它的访问的动作，会根据这个地址了来做权限校验，来判断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权限的，对不对？而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好吧，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实现了很低的一个延迟啊，它下面这张表是表示它的这个延迟啊。当然，除了只有在这种通过只读地址然后来进行读写的情况下，从只读地址到读写吧，这个应该是就只有这种情况下的性能差一点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它在这个
通过地址来进行读，然后或者说来进行写是非常优秀的，只有读写这种场景会差一点，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优化的方式啊，叫无策略的内核分页。老实讲，这个部分我看不懂啊，这个部分我看不懂啊，这个部分我只是把它的原文翻译了过来啊，就是这部分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水平啊。然后呢，大佬的这个论文，我只是认识这一个个英文字母啊，然后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它的这个意思，它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水平，但是呢，就只能说它很牛逼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概述，他说鸿蒙内核通过集中式内存管理器管理内存，为了最小化，然后呢，内存管理器位于核心内核之外，它指的就是这个部分啊，就是 memory manage 核心内存核心内核管理物理和虚拟内存，并处理所有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服务的页面错误。它应该对，它在这个图里面指的就是它的这个就 memory manage 和这个核心内核之间，然后共享这个就共同共享这个内存的页面表啊。好，然后这个部分我就不细说了，然后这个也比较多，我读一遍也没有太大意义啊，因为我其实看不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佬他是怎么来兼容 Linux 的。我相信这一块可能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啊，就是你这个鸿蒙内核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强的兼容性啊？我提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鸿蒙内核它已经通过了 AOSP 的兼容性测试认证啊，你知道吗？就是鸿蒙内核它完全通过了 Google 官方的 AOSP 的这个测试兼容认证和它的这个供应商套件，牛逼吧？它完全可以驱动安卓系统，就是你们现在所有的安卓手机上把 Linux 内核换成鸿蒙内核，它照样可以跑。这个在论文后面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鸿蒙内核它是如何实现了完整的针对于 Linux 的 ABI 兼容，对吧？所谓的 ABI 兼容我们前面就讲了，它不需要改Linux 驱动和应用程序的代码，直接就可以跑啊。你就直接把现有的 Linux 驱动拿过来，管你什么高通的驱动，对吧？我拿过来我直接跑。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做了几点。那它为了实现针对于 Linux 接口的全面兼容，它实现了几点。第一个是针对于系统调用的重定向。系统调用前面我们讲过了，任何一个应用程序，不管你微信还是 QQ， 你想要去调用任何一个设备硬件的你必须得通过系统，通过内核。那么这个调用方式就是通过 System Call 系统调用。那针对于所有这些 Linux 程序和驱动发出来的系统调用，它们全部都会被鸿蒙内核做一个重定向。它通过放置了一个 ABI 兼容层垫片在内核空间，把所有传进来的 Linux 程序和驱动的系统调用全部都转向到鸿蒙内部系统服务的跨进程 IPC 调用。然后呢，它会根据传进来的系统调用对应的 Lumbo 来决定说我到底将传进来的系统调用传给我哪一个鸿蒙内核的系统服务。然后呢，它的这个实现的 ABI 垫片它是可以被替换的，它不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选项，它是可以被去掉的，它是一个可选项。就是这个针对于 Linux 做的 ABI 的垫片，它是可以替换为 POSIX 兼容库的，对吧？所以就意味着说，你如果在嵌入式设备上跑，对吧？那我就完全可以把它换成了只针对 POSIX 做兼容的库。所以说它是这种模块化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心化状态，它的第2点，对吧？针对 Linux 做兼容，就是说它实现了一个中心化状态。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对于我们的这个微内核的方法来讲的话，它存在一个缺点，就是说我的这个操作系统内核跟我的各个系统服务之间，它们可能会存在这种双重的状态记账的这种情况，对吧？会导致额外的这种 IPC 往返。就是内核跟系统服务我各记各的，对不对？它缺少一个中心化的一个存储。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实现了一个中心化的存储，就是它的这个 ABI 的兼容的垫片还扮演了全局状态的中心化存储啊。它可以支持类似于 Linux 的针对于 FD 表
其实这个 FD 表就是叫做文件描述符，对不对？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啊。所以它可以支持 fork 和 pull 操作啊，这是很多微类核是做不到的。就包括前面说的这个叫什么 SEL4， 对不对？它做不到这一点啊，因为它没有实现这样的中心化存储啊。那对于鸿蒙内核而言，它实现了这样的一个中心化全局的一个状态存储，所以它可以支持这些常见的 Linux 的特殊的一些操作啊，也不算特殊操作吧，这个 FD。对，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向量化 System Call， 就是针对于大部分应用程序而言的话，可能用的就是普通的 System Call， 对吧？普通的系统调用。但是呢，有一些程序它会使用这种向量化的系统调用。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话，鸿蒙内核的话会重定向它们到文件系统服务里面去处理啊。所以对于这一点的话，它也会被重定向处理啊，而不会出现处理不了的情况啊，不会报错啊。向量化系统调用也可以处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部署体验啊，就是鸿蒙内核呢通过了 AOSP 的兼容性和供应商测试套件的测试啊。我跟你讲啊，国内很多厂商做的这个定制安卓啊，我记得好像很多厂商是通过不了这个兼容性测试的，就是啊，国内厂商很多魔改了就是魔改了这个 AOSP 系统的，是过不了 Google 官方的这个 AOSP 兼容性和供应商测试套件的。所以对于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出鸿蒙内核它真的做到了全面兼容啊，它真的就是全面能够兼容安卓针对 Linux 系统的 System Call 啊，这就意味着说复用高通给安卓的驱动没有什么不可能啊，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啊。好，所以说它验证了，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呢，他们验证了鸿蒙内核的功能和驱动表现的行为，然后呢，他们的结论是大部分现有的针对 Linux 开发的应用和驱动是可以直接运行的啊，牛逼吧？就是它能够通过比较严苛的这个它能够通过针对安卓的比较严苛的这个 AOSP 的兼容性和供应商测试套件的测试，并且来验证的相关的内核功能和驱动行为都是很正常的，大部分的现有的 Linux 的应用程序是可以直接运行的啊，厉害了吧？厉害了吧？当然有一些例外情况，在这篇论文里面他写了，他说有哪些例外情况呢？他说对于有一些应用程序，对吧？对于有一些应用程序，他们可能使用了一些不稳定的 Linux 的接口或者行为，或者说没有被记录到的 Linux 的一些行为或者接口，对于这些程序的话，它的运行会失败的，因为鸿蒙内核是只针对于 Linux 内核现有已知的所有的 System Call， 就是比较正常的这些系统调用，然后呢做了兼容，但是针对于那些未知的、隐藏的、极少有人使用的、没有被正式记录的这些系统调用，它是不支持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下，它会直接报错啊。他这里举了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他说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依赖一个特定的EPUB返回顺序不好意思错了，他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你的应用程序有这些依赖啊，那么它会运行失败，对吧？对于这些程序而言的话，他们在不同的 Linux 版本上也会失败啊。就是对于这些使用了未公开或者说不稳定行为的系统调用的程序而言的话，不仅仅在鸿蒙内核上会失败，即使是在很多 Linux 的正经的操作系统发行版上都会运行失败啊。所以这一类程序我相信是极少数的，就是绝大部分的 Linux 程序的话是可以能够正常的在鸿蒙内核上运行啊。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那对于这几点，就是为什么鸿蒙内核它实现的 Linux ABI 兼容层能够完整的实现整个针对 Linux 内容，就它能够完整的实现对整个 Linux 内核调用的一个原因啊，包括它能够跑现有绝大部分 Linux 程序和驱动啊，所以这是它很强的地方。除此之外，它还做了一件事情，除了针对于系统调用我做兼容，对不对？那我还要给你的这些驱动程序提供一个运行的环境，
那鸿蒙内核的话，它设计了一个叫做 Driver Container 驱动容器的一个东西啊。驱动容器这个东西就是专门为了让你的这个 Linux 驱动程序在里面跑，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Linux 的运行时啊。好，然后这里的话我来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在这个部分啊，就在这个图上我们看到的这个 Linux Driver Container 里面，好，它在这里。好，它这里的话，它的所有的 Linux 驱动最终都会在这个容器里面跑。这个容器里面包含了一个完整的 Linux 的运行时，这里是不包含 Linux 内核的啊，也不包含 Linux 的一些核心的基础服务。就是可能有好多人讲，对，其实网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啊，说 Linux 不就是 Linux 内核吗？ Linux 系统啊，对，他们的主要的讲法是因为 Linux 系统的绝大部分都在内核里啊，绝大部分的代码都在内核里啊。确实啊 ，Linux 好像啊，当你把 Linux 的内核去掉了之后，那剩下的就只是 Linux 外围的一些那个运行时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好，他这里说了，就是说为什么他要使用 Linux 驱动容器来跑 Linux 的驱动啊？他说移植驱动或者通过虚拟机运行都不是理想的兼容方式啊，主要是面临着性能损耗和巨大工作量的挑战呢，所以都不现实啊。所以鸿蒙内核的话，通过驱动程序容器了来重用 Linux 驱动程序啊。Linux 驱动程序容器的话，它可以通过重用 Linux 的代码库作为用户空间运行时来提供必要的 Linux K API 啊。它这里指的是 Linux kernel API， 允许所有的 Linux 驱动程序无需修改即可进行啊。他说，所谓的 Linux 驱动容器运行时，依赖鸿蒙内核进行资源管理，删除了全部 Linux 相关的功能，也就是 Linux 核心的系统服务，它全部都删掉了，全部是依赖鸿蒙内核提供相关的服务来运行的。然后他的第二点是说，重用的驱动可以直接访问硬件。然后呢，鸿蒙内核创建了另一个设备管理器来管理 Linux 和本机驱动应用程序容器啊。本机驱动应用程序其实就是针对于鸿蒙内核开发的驱动嘛。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下，它不仅可以通过 Linux 驱动来进行兼容，对吧？它可以开发针对鸿蒙内核的驱动来实现原生的兼容，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对于现有的鸿蒙内核而言，它成功的重用了 Linux 中的700多个设备驱动程序，包括智能手机和车辆正常运行的所有驱动程序，包含摄像头、显示器、音频，包括 MPU 和 GPU 和存储，对吧？前面其实有好多人他不相信就是鸿蒙内核能够在高通上面跑，他就说这个高通的这个驱动根本没有就是他说高通的这个驱动根本没有开源呐，对不对？它闭源的，它只能在安卓上跑。然后呢，它这个驱动的话虽然有一些开源的立项驱动，但是性能很糟糕，对不对？那现在的话，你其实可以复用它现有的这些 GPU 驱动嘛，对不对？所以对于整个鸿蒙内核的开发团队，他们已经成功的去做了相关的验证，成功的重用了目前700多个设备驱动程序，能够保证我们现有的智能手机和智能车辆正常运行，无论是摄像头、显示器还是音频还是 GPU 等等，好吧？那这里的话，那我们继续来看，然后他说，对于这个 Linux 的驱动容器中的 Linux 运行时，它直接来源于主线 Linux， 并进行了少量的修改，将多个功能重定向到驱动程序基础上。所以说你看它这个 Linux 的驱动容器的话，它并不纯粹只有 Linux 的运行时啊，它这里还有驱动容器基础啊，这个基础的话是鸿蒙内核提供的，它是能够直接把所有透过 Linux 运行时传过来的驱动的调用转发到硬件上的。所以说这个是很牛逼的一点啊，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 Linux 驱动呢能够在容器里面正常的执行，它需要的工程的工作量很小，所以这是为什么鸿蒙内核它花了7年时间就能开发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从头去开发这些所有的驱动的话就算所有厂商愿意提供
那么它所需要的这个开发量，就像它前面讲的，可能需要5000个程序员开发1年的量啊，非常的夸张啊。那目前鸿蒙内核它的这个容器，它的这个驱动容器的话 ，Linux 驱动容器的话，目前是支持 4.4、4.19 和 5.10 啊。那这个 Linux 驱动容器的话，它放置在 IC2 这个用户空间里面隔离，它有最高的隔离安全性啊。它主要就是为了保证鸿蒙内核自己的安全啊，不会因为这个 Linux 内核本身的漏洞，然后呢导致鸿蒙内核被连累啊，导致这个鸿蒙内核系统服务不可用啊，并且呢可以避免许可证污染啊，避免许可证污染这一点很重要。可能有人就会想说，哎呀，你这个 Linux 的驱动容器，对不对？你用了 Linux 的运行时，用了 Linux 运行时的代码，对吧？它虽然只是一个外围的它虽然只是外围的一个系统服务，但是，对吧？但是它是不是也得开源，对不对？不需要，就正如你看到的一样，它的这个 Linux 驱动容器的话，它的这个运行时肯定是要开源的，这个毫无疑问啊。它修改的这个运行时肯定是要开源的。那至于说它的这个 Linux 驱动容器本身，它要不要开源？它可能也要开源的，但是鸿蒙内核是不用开源的，因为这个 Linux 驱动容器只是鸿蒙内核的一个外围服务而已啊。它的这个内核本身其实是不受 GPL 许可证的污染的。我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GPL 驱动的话，它是能够污染你的这个本身的代码库的。只要你的这个代码里面用了 GPL 的驱动，用了 GPL 的代码，那么你的这个自己的代码库也得开源啊。那它这里的话，我只把你放到一个外围服务里面啊，所以我只是一个外围的容器用了你，那大不了我把这个外围容器开源了就可以了啊，就仅此而已啊。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他说他在驱动程序关键场景，例如应用程序启动和相机中引入了不小的开销。然后呢，为了解决该问题，对吧？前面其实有人在弹幕里面也提了，说，哎呀，你还通过一个容器里面跑 Linux 运行时来跑这个驱动，会不会产生很严重的开销问题啊？然后呢，那么陈海波团队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把这个驱动容器，它设计为说，它会将设备信息传递给本机驱动程序，来创建一个孪生驱动程序。孪生驱动程序的话，它仅用于性能关键的驱动程序，比如说使用通用闪存存储啊，就是 UFS 驱动程序啊。所以说，它会为你的这些 Linux 类和驱动的这些设备，对吧？对应的设备信息来创建一个孪生的双胞胎的一个原生的驱动啊。那所有的针对于设备的调用的话，它分为控制面和数据面啊。它的这个控制面的话，它的控制面是在它的这个鸿蒙内核原生的这个驱动容器里面的双胞胎的这个驱动来进行运行的。至于说它的数据面的话，是在 Linux 的驱动容器里面来进行运行的。所以说它实现了比较高效的一个调用啊。目前是支持这种关键型的驱动程序啊，比如说常用的这个 UFS 的驱动程序啊。那这种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这个 IO 读写的性能啊。然后呢，他说通过具有控制和数据平面分离的驱动程序容器，有效的重用了 Linux 设备驱动啊。所以说它目前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点啊，就是说我既重用了 Linux 的驱动程序呢，我又能够降低它的这个产生的额外性能开销啊。好，接下来的话就是到了比分的时刻了，对不对？这个大家肯定喜闻乐见啊，就是普通的观众也能看得懂，对不对？然后大佬在这里的话，就在论文里面列了这个对使用鸿蒙内核和使用 Linux 内核来进行跑分数据的这个对比啊。然后我这里先把这个退出去啊，我拉大一点啊，大家能不能看一点？好，那我们来放大一点看。那它这里它其实做了很多轮的对比，很多轮的对比啊，然后呢，在不同的级别上来进行对比啊。然后比如说我们来看它第一个进行一个跑分的评测，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得分越低的是越好的，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鸿蒙内核在不同的系统的调用行为上，它跟 Linux 它是有的比它高，有的比它低啊，有的比它高，有的比它低啊。然后呢，它比如说它这个它第一个项目，对吧？它第一个项目在这个 latency Unix 还是什么，
就这个具体是什么操作，我其实不太清楚啊，但没关系啊，它就是某一个操作的指标，然后它这里写了，就是说它在第一个指标上比 Linux 类核略差一点，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指标上它就比 Linux 类核强啊，就是分数越小越强啊。第三个指标它也比 Linux 类核强，第四个也强，对不对？第五个也强，然后呢，第六个差一点，然后第七个也强，然后呢，下一个也差一点，下一个强，对吧？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些所有的指标上面，不管是对于这种什么网络的呀、类存的呀，然后什么TCP Socket Unity 不好意思，还是什么那个 Unix 等等这些指标上，他们反正是有来有回的，就是有强的有差的，就是鸿蒙类核在某些评测的指标上是比 Linux 强的，有些指标是比 Linux 类核差的。然后，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指标，你可以看出它的综合性能其实是并不比 Linux 类核弱。那最终的结论其实是你在像同类型的设备上，其实你看论文的结论，大佬说了是比同类型的设备上运行 Linux 类核更强啊。我顺便说一句啊，它的这个所有的测试，所有的针对于 Linux类核和针对于鸿蒙类核的测试用的是 AOSP 啊，就是用鸿蒙类核驱动安卓系统在麒麟9000的设备上跑的，就是纯 Linux 类核驱动的安卓系统在麒麟9000上和鸿蒙类核驱动的安卓系统在麒麟9000的华为设备上跑的。麒麟9000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在我们国产化芯片之前，华为生产的最后一代的台积电代工的芯片，对不对？它在麒麟9000上跑的，所以通过这个测试数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这篇论文它的研究数据应该是会比较早一点，应该是在麒麟9000 S 回来之前的，对不对？其实你可以看出鸿蒙类核它的研究是一个历经了7年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好吧，那除了这个第一项跑分，然后我们看到他们那个打的有来有回的，然后互有胜负以外的话，我们再来看他在其他项目上的跑分啊。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其他项目上的跑分。其他项目上的跑分的话，他这里也列了一张图啊，然后呢，他这里讲了，他说鸿蒙的类核的这个对比性能呢，它是跟经过优化的 Linux 5.1 类核，最新的 Linux 5.1 类核在麒麟9000的设备上来进行对比的，这个是深度优化的Linux 5.1 最新版本的类核跟鸿蒙类核对比的。你可以看这个对比数据它这里的话橙色的是 Linux 类核，黄色的是鸿蒙类核。然后它这里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些指标，应该也是分数越低的应该是越好的，对吧？你可以看到绝大部分都是鸿蒙类核的话优于 Linux 类核在额外的几项跑分上面好，然后包括在延迟上面你看这两个累积分布函数图上面，对吧？就是 Linux 的是橙色的，蓝色的是鸿蒙的。你可以看到在延迟性上面，绿色的这根线，对吧？它明显的对应的这个横轴的这个延迟的这个数据是小于 Linux 类核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鸿蒙类核在性能上经过实测是优于 Linux 类核的，同样都是驱动安卓系统，对不对？它都能做到更优啊。那么接下来驱动单框架的开源鸿蒙的系统跟继续使用 Linux 类核驱动的安卓相比的话，对于这两者性能差距，我认为会进一步拉大所以鸿蒙 Lex 的鸿蒙星河版或者说纯血鸿蒙，它上面跑的原生的鸿蒙应用强于安卓，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它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都用一样的系统，都用安卓使用 Linux 类核都跑不过鸿蒙类核，何况是使用更简单更轻量的开源鸿蒙系统来跟安卓比了，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对比的性能数据那通过这个实测的对比性能数据来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鸿蒙这样的一个类核，它是性能上是优于 Linux 类核的，那也就佐证了我们的开发团队在前面讲的同类型的设备上，鸿蒙类核它的性能是强于 Linux 类核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我前面其实讲了这个大佬起的这个章节的名字特别诗意化，其实我不知道具体怎么翻译
线上有个大佬，然后对这个 while 的这个词，然后给了一个解释出生我觉得这个词很好对，我觉得这个翻译是准确的，就是新生中的鸿蒙，或者说出生中的鸿蒙，出生中的鸿蒙，然后或者说它不是萌芽了，是它已经诞生了，它已经正式的在我们纯血鸿蒙的设备上已经正式的使用了，所以说它不是萌芽阶段，它是已经诞生的状态，所以翻译成鸿蒙新生，对，很好很好，鸿蒙出生对，是确实跟鸿蒙这个词能关联上毕竟当我们谈到鸿蒙系统的时候，然后鸿蒙这个词就跟这个盘古开天辟地有关它是这种天地初始混沌的状态确实是这种属于理工科的浪漫我觉得这个词它这个标题翻译成那个鸿蒙出生是特别好的，它其实也能代表我们在国产操作系统领域的很大的一个进展确实它可能是我们未来整个国产操作系统井喷的一个起点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对于鸿蒙内核的总结这个总结其实我前面带大家看过了，对不对？就是它总共核心代码的话有9万行，是基于 C 的受限子集实现的。那么它包含所有服务的单独可部署的鸿蒙内核的版本的话，它是有超过100万行代码，所以这其实相对来讲，相对 Linux 内核那只是个很轻量的东西Linux 内核可是好多万行代码，很轻量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鸿蒙的构建系统可以针对于各种场景指向的详细配置组装 OS 服务，这个我们前面讲了，根据你的使用场景来进行组装我们现在明确知道它在手机上组装的时候，它是把核心的常用的关键的系统服务合并在一起的，合并成一个服务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佬提到的经验教训就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读论文过程中喜闻乐见的一点就很多的论文评审他们最喜欢读这个 lessons and experience 然后或者 lesson learning 很喜欢读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大佬他从这7年鸿蒙内核的研发过程中吸收了哪些经验教训然后他说先兼容再逐步本土化，这个其实也就是鸿蒙系统的战略当然的话对于这个战略的话很多人质疑，对吧？你不就是套壳安卓吗？对吧？你不就是套壳 Linux 吗？然后呢大佬说兼容性是商业部署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首先呢，为了提高成本效益，产品通常倾向于为某种平台使用统一的代码库其次，一些第三方应用程序或者驱动程序，它还是没有提供源码的，还是以这种二进制的形式分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说你重新建一个新生的软件生态系统你的很多的基本库仍然需要兼容 Linux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首先兼容新的操作系统才能够得到广泛的部署并且有机会向原生接口发展来提高性能。我想问一下大家，鸿蒙这几年的发展历程，它是不是遵循这个战略？它是不是从一开始的双框架跑安卓应用兼容安卓应用，兼容 Linux 内核，然后一步步发展到现在，发展出自己的内核，然后呢广泛的部署自己的原生的开源鸿蒙的系统，配合鸿蒙内核。然后呢，现在才有这么多厂商愿意去开发鸿蒙原生应用，包括像我在内其实我是一直看不上双框架鸿蒙的，我其实看不上安卓我对安卓的话其实不太喜欢，因为我以前是用 Windows Phone， 那 Windows Phone 它挂了之后我就用 iOS 我不喜欢安卓主要是因为安卓太乱了，然后呢随便装应用，然后呢而且是流氓软件又特别多，安全风险又比较高。你说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我对个人信息安全其实是有要求的，那我肯定不会用安卓所以我对于安卓其实是有偏见的，首先这一点我承认，所以我并不喜欢双框架的鸿蒙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得迈出兼容这一步，它如果不迈出兼容这一步，没有鸿蒙 2.0， 没有鸿蒙 3.0， 没有鸿蒙 4.0， 那就不会有今天的鸿蒙 Next， 不会有人去考虑鸿蒙的设备的，不会有人试图去了解鸿蒙原生开发的。那我开始开发鸿蒙应用，开始学习了解鸿蒙的技术，也是从今年的2月份才开始的。我也是听到了鸿蒙 Next 完全抛弃安卓之后，我才决定开始学习的。那此前的话，我有安卓应用，谁还会去开发鸿蒙原生应用呢？对不对？只有厂商壮士断腕，完全抛弃安卓应用，抛弃 AOSP， 才可能发展起来属于自己的框架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对于 Linux 驱动兼容可能也只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它可能只是短期内先兼容 Linux 的驱动，等到相关的厂商他们发现鸿蒙设备在市场上已经占据了相当份额，已经挤压安卓的生存空间的时候，他们为了更好的卖他们的芯片和硬件设备，肯定会主动给鸿蒙内核提供驱动程序的，这个是市场规律啊，这个不是说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不会因为你的喜好然后就不会做，资本家毕竟是利益驱动的，对不对？那么当未来纯血鸿蒙的设备，它在我们整个国内市场或者说在整个海外市场都占据了相当的份额，我相信相关的厂商就会从现在的不主动然后变成主动的。好，所以我对于它的这个战略的话，我表示很理解啊，很现实啊，毕竟商业产品首先要活下去，你如果不兼容那么你一定会死，对吧？但是如果你只做兼容，不发展自己的东西，那你还会死啊。你只模仿别人，使用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核心的东西，那你就不会成为一个新东西，你最终还是离不开死亡的命运啊。所以鸿蒙内核在这7年的过程中，它从兼容迈向了自主开发，然后呢开发出自己的东西来，完全抛弃了 Linux 内核，然后呢只是做了 Linux 内核驱动的兼容。那我相信后面它可能也会慢慢的淘汰掉 Linux 驱动兼容的容器啊。当自己的驱动生态丰富的话，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他说必须要通过大规模测试来检查兼容性。然后呢，你如果只靠自己去测，小范围的测是没有办法全测出来的，必须要推开啊。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招募开发者预览版和现在 beta 的一个原因啊。当然的话，可能很多人说开发者预览版它用的是 Linux 的内核，但是现在 beta 版招募的话，规模是远远大于原来的开发者预览版，现在都是使用鸿蒙内核来进行测试的。那所有大家使用过程中碰到的这些兼容性问题肯定会被他们的研发团队收集的，后面再去优化。所以他说通过大规模测试来检查兼容性也很重要。然后呢，他说先部署然后不断优化，这个其实就是类似于敏捷开发的这种小步快跑的模式，就是我先把我的内核给你部署上，后面的话不断的去迭代版本，不断的去优化，不断的去把自己的东西做出来，对吧？替换掉其他的东西。所以说对于鸿蒙内核而言的话，它现在做了7年到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已经比较成熟了。它现在欠缺的就只是对 Linux 很多驱动的一个兼容嘛，对不对？所以它搞了一个 Linux 驱动的兼容的一个各容器。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点是尽可能使用自动验证。然后我们发现由于代码大小和功能的快速增长，完整的形式验证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采用关键组件的半形式验证，并使用自动验证和引导来进行测试，提高代码质。这一点的话，其实我对于这种形式化验证其实不太了解啊，所以我不做评价。我看弹幕了，然后有小伙伴说了，新设备肯定没有兼容人。当然啊，新的国产的麒麟 9000A4 或者后续的麒麟9010，他们肯定都会开发自己的鸿蒙原生的驱动的，为什么要用Linux 驱动，对不对？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由于规模效应导致硬件故障和错误放大。然后他这里也讲了，就是说当你的这个设备的规模足够大的时候，一些低概率的硬件故障或者错误会相对容易发生严重影响用户体验。所以说他们在鸿蒙内核里面呢，来引入了这种 TEE 的这种机制然后呢来实现这种更好的可靠性。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对于鸿蒙内核而言的话，它本身天然它就是微内核，对吧？它就安全性可靠性更好，然后呢它有相关的处理机制来保证你的这个内核或者说系统出错的概率本身就比 Linux 这样的宏内核是低很多的，对不对？那么下一点，他说大内核锁在新兴场景中不可扩展。虽然有人认为大内核锁对于微内核来讲是足够可扩展的，巴拉巴拉巴拉，这一段我不理解所以我只读一下，有理解的大佬可以说一下。好，最后部分我们来看一下陈海波团队和华为中央软件研究院的各位大佬然后的一个总结和转来。不好意思，最后一段是陈海波教授和华为中央软件研究院相关大佬的一个总结和展望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鸿蒙内核是一个商业化的通用微内核，它保留了微内核的原理，同时提供了结构化的支持，来解决针对于新兴场景中的兼容性和性能挑战。它还有助于未来探索微内核在生产中的优势。
例如它的灵活性提供了机会来适应 Linux 无法解决的日益增加的硬件异构性，并实现容错以提高可用性。所以它最后总结的部分是讲，其实鸿蒙内核它其实未来可期啊，并且它对 Linux 而言有很多的优势，能够在很多的场景下来提供更好的可用性。最后就是致谢的部分呢，致谢的部分这里我没翻译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其实就是作者呢对于他的导师，然后呢做了一个感谢，然后呢对于相关的审稿人做了一下感谢，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华为的系统内核实验室和上海交通大学，然后呢对于他们工作的帮助和支持。陈海波呢，他的这个研究项目也收到了国家自然基金会的投资和帮助，然后呢他的这个国家自然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编号有2个，分别是在这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鸿蒙内核的这个项目，然后不仅有华为的投入啊，也有上海交通大学的投入，然后也有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我们中国的操作系统领域在工业界和学术界的一个最高水平啊。它目前为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国际操作系统顶会上首先发布的第一个国产的操作系统内核啊，我不确定啊。但是鸿蒙内核确实在很多的国际顶级的安全认证上取得相应的最高等级认证的操作系统内核，很多认证的话即使 Linux 内核都做不到。那关于今天的鸿蒙内核的解读，我就暂时做到这里啊。其实整个过程讲下来是比较累啊，因为它其实是比较学术化的嘛，比较枯燥嘛。我已经尽量的用比较这种简单好理解的话来跟大家介绍了，我相信可能普通的程序员应该能听懂大部分啊。那对于没有做过开发的小伙伴来讲，可能就只是听个就可能就有个印象，反正知道我们的鸿蒙内核它是完全国产的就好了。然后呢，而且说它也不是 Linux 内核，它跟 Linux 内核根本就不是一个架构的，对吧？它跟 Linux 唯一的关联性在于它有一个 Linux 驱动容器，这个驱动容器也移除了所有 Linux 的核心服务和内核，它只是利用了一个运行时来跑 Linux 驱动而已。所有的针对于操作系统本质上的系统调用全部都换成了鸿蒙内核自己的实现，所以它100%毫无疑问的是纯国产的。然后工信部给的认证毫无问题啊，信通院是工信部下属的单位，事实上很多的院士啊之类的大佬啊其实都是信通院的专家啊，所以对于这个认证其实毫无疑问的。那至于说网上后面说鸿蒙内核套壳 Linux 内核的话，大家不妨可以把我后面上架的视频贴给他们看啊。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硬核知识。